要知道，亲传弟子的三师姐也是一位炼药师，其神魂力量极其的强大，至少已经达到了7重神魂，而那叫萧炎的人才只是5重神魂，为何爆发出来的攻势会如此之强？可塔内弟子不知道的是，萧炎所施展的圣龙吟乃是圣龙族先祖的准绝世神技，如果3重圣龙吟施展出来的话，就算是高阶天位神、巅峰天位神都会避之锋芒，更何况萧炎已经将2重圣龙吟修炼到了极致，再加上焚神3火的力量加持，就能够爆发出其不意的效果。而现在三师姐怕已经是受了严重的神魂伤势，萧炎的这一战竟是让的不少塔内的弟子都开始对其刮目相看。萧炎的一出现，倒是让的一直沉迷于炼药的氛围稍稍的打破了。此人竟然能够击败三师姐，并且重创其7重神魂，当真是可怕至极。一道道惊异的议论声开始你一句我一句的传播了开来。而被重创神魂的三师姐依旧是一脸不甘的样子，想要起身，可神魂带来的伤势比较严重，就只能放弃了。当务之急还是先让自己的神魂伤势疗养好才行，不然的话，2个多月后的炼神丹大会，他都没有资格去参加了。然而，就在大家都以为事情都结束的时候，一道霸气凛然的声音从内塔上层传荡而下：“小辈，竟敢在丹神塔的地盘还打伤我的爱徒，真是无知之徒！”伴随着声音落下后，一道雷霆万钧之势，震得空气都为之颤抖。这声音中蕴含着超越巅峰天位神之上的威压，让人不禁心生敬畏的同时又感到震惊。塔内空间巨大，但却仿佛被无形的力量压缩，特别是萧炎的神体都这股强大的外力所挤压，而感到有些疼痛欲裂。而萧炎的神魂在这一道无形的力量压缩威压之下，都开始情不自禁地颤抖不已，仿佛随时都可能被这恐怖的力量所吞噬，身躯再也无法对抗，直接是被这股力量压制半跪在地上。就连灵动和沐尘刚想上前帮忙，却是同样被这道极强的力量给轰开，不让其靠近萧炎半步。紧接着，一道灰袍老者踏虚而降，挥发如霜，满面皱纹，胡须粗犷，深邃的目光透过岁月的痕迹，透着玄妙之光。他每一步的踏出，都似有天地间最精妙的道法在流转，让旁观者无不心生敬畏。萧炎更是脸色苍白，他知道眼前出现的这位老者，他的实力已经触及大咒道法，已成半道神，领悟了大咒部分大道之法。与这位半道神相比，自己如同尘埃一般渺小，就算是焚神3火的形态，也根本无法抗衡一招，就算是半招都没有任何的可能。半道神的领域可不是天位神能够比拟的存在，因为那是拥有超越天位神界桎梏的力量，大咒道法。而这样的道法力量更是无比的玄妙至极，虽然没有领悟到完整的大道，可是仅仅只是部分大道领悟了，就能够拉开与天位神的巨大差距，那种差距就是如天地鸿沟，难以逾越。小子，就是你赶上我爱徒，今日你怕是要交出性命了。这位灰袍老者迈着步伐，最终停在了那位三师姐的身边，然后给了她一枚神丹服下，一双深邃的目光中散发出肃杀之意。感受到这位灰袍老者的肃杀之意，倒是让塔内的弟子都感到对萧炎的惋惜，因为这位灰袍老者乃是内塔的10大神长老之一，实力半道神领域。平时这位神长老就是一个爱徒狂魔，以前只要是有塔内的弟子惹三师姐生气了，这位神长老就出来教训一顿那弟子，结果直接被罚数年的基层子弟。而现在这位叫萧炎之人直接把他的爱徒打伤，那岂不是直接将其抹杀了都有可能。而一旁的吴雪也是见事情不妙，急忙的出现在萧炎的身前，恳求的道：马师叔，萧炎他们是我的朋友，今日只是带他们过来见师傅他们，只是没想到半路出现三师姐阻拦，可能就发生了一些争执，我的朋友也并非恶意，还请马师叔能够手下留情，放过我的朋友。呵呵，吴雪是侄女，这事情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你的朋友伤我爱徒，今日就算由你求情，也难逃惩罚。这位马神斩老护自己的爱徒是护定了，今日怕是吴雪这位师侄女的面子都给不了，必须让击伤自己爱徒的萧炎付出代价。马神斩老心意已决，身上顿时散发出一种威严霸气的强大气息，整个人仿佛是一座雄伟而威武的大山。他望着萧炎，双目中闪烁着寒光，没有任何多余的话语，直接运转玄妙的道法。他的手掌陡然张开，释放出一股可怖的能量波动，向着萧炎扑面而来。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，似乎连分子都被这股玄妙的道法力量所牵引着，固结在了原地。萧炎的面色十分的凝重，心中神经紧绷。他知道马神斩老的实力非同小可，这一掌下去，他必定会受到重创，甚至是致命的伤害，而自己更不能就此陨落，因为他还要让自己的2位兄弟恢复新神体。见到萧炎有危险，灵动和沐尘2人也是全力以赴，施展出祖符之力和原始之力，爆发出可怕的力量，形成强大的攻势，直接轰击在马神斩老的道法之上。不过却被对方的道法一招击溃，对方的半道神力极其的玄妙可怕，在瓦解了灵动和沐尘的攻势后，更是直接击飞了灵动和沐尘。半道神力乃是半道神方能掌握，而马神斩老恰恰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半道神。灵动和沐尘的虽然也掌握了大咒神物的力量，
可是由于自身的实力原因，以及神物的真正力量并没有被激发出来，现在的他们根本无法抗衡马神长老。整个场景顿时变得死寂。萧炎见灵动和沐尘二人被击飞，眼中闪过一丝难以隐忍的怒意，而马神长老的玄妙攻势再度朝着萧炎这边急速袭来。空间震荡之下，一股危险的气息在萧炎的心中悄然升起。